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相亲的对象冰抗太低，一个暴风雪他就过不了河，所以呢，我顶着出去玩暴雪的诱惑，给大家更新视频攻略的琉璃啊！希望大家可以看在这个份上呢，为本期视频投个硬币，没有的朋友点个赞就好。这期视频让我们来聊一聊野蛮人在第三赛季的表现，还有开荒的小技巧。老实说啊，野蛮人在 S3 的改动有点过于拟人了。因为和近战游侠类似啊，野蛮人在此前的赛季里，由于先主锤跟怒不可遏关键被动的强力联动，这个玩法是具有相当大的统治力的。设计师呢，在这个赛季却没有跟削近战游侠一样，直接把先主锤削到几乎没得玩，反而是加强了其他的关键被动以及其他的技能，给了野蛮人更多的玩法选择。那野蛮人在第三赛季里挨得最凶的刀呢，是压制属性的机制改动，还有相关被动的削弱，以及先主锤 bug 的修正。单纯以压制先主锤来说啊，伤害量可能会只有上个赛季的 30% 左右，其他的压制玩法也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但是第三赛季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屠宰场那样特别高压的输出环境的玩法的，这就导致呢，野蛮人的压制类玩法它的伤害依旧是溢出的，10亿的伤害你削弱到3亿，也能一锤砸死10个单人状态下的莉莉丝。所以第三赛季呢，只要没有其他的暗感，野蛮人的压制先主锤、压制杨石飞沙，还有压制先主冲锋3个玩法都是可以继续的快乐秒怪的。这3个玩法呢，不是新版本的 T0 啊，也会是新版本的 T1。而其他的打法，比如说像荆棘雪豹啊、流血旋风啊，或者是整活的普攻玩法，在低压的环境之下也是有生存空间的。在赛季的中后期，如果主副军帽之类的稀有暗金到手了，你甚至可以抛弃压制打法，直接去玩暴击的锤子，因为这个打法也是可以轻松碾压100层的。尤其是在星空戒指的改动之后，我们速刷的时候很可能会直接舍弃掉压制，一直敲就完事儿了。那么接下来呢，是具体的开荒的构筑还有流程。赛季前期开荒最重要的就是稳定的网络环境，这里琉璃推荐你使用迅游加速器啊，它呢不仅可以一键下载免费加速战网，还能同时保证暗黑4的网络顺畅。如果你在之前没有用过这个加速器的话，可以在客户端的主页输入口令暗号漏球琉璃，白嫖到3天的加速时长。第三赛季地狱皇朝呢被暴雪改成接近永续了，里面专门提供给 BOSS 材料的钢铁箱子是不会在我们的小地图显示的。迅游跟吐司助手合作，内置在加速器里的事件提醒工具，可以帮我们轻松的查到这些箱子的实时位置。琉璃之前用下来效果非常不错，这个工具也是一个浮沉的工具，不会干预游戏内的规则，你可以自行选择是否使用。那么接下来是开荒阶段的技能还有装备威能的选择，还有整体的流程参考。在第三赛季里，野蛮人的开荒一共有4个甚至3个大加强，你了解了他们，也就知道了开荒的构筑思路。那么其一最变态的就是冲锋这个技能的基础伤害被翻到了10倍，5级的冲锋输出现在是 350%， 比先主锤的基础伤害要高了5倍。减 CD 的效果呢，也不需要我们把怪撞到墙上了。前期你把冲锋升到5级，它的冷却是14秒左右，只要保证一次撞到3只怪，我们就能把冷却缩短到5秒了。这样呢，它在前期就能同时兼顾强力输出轻杂兵、高效位移，还有触发武器切换3个功能了。其二呢，就是破地者的威能，现在它的 bug 终于修了，它不会再被我们的基础技能消耗掉了。那这个威能呢，你可以刷到低保，把它打在双手武器上，触发的那一下，就算你没有其他的增伤手段，也能有 1.6 乘 1.5 等于 2.4 倍的恐怖输出。用锤子或者是冲锋来触发它，那么输出是高的可怕的。记住了，别用钢铁漩涡触发它就好了，因为这个终极技能3段里只有1段是能吃到这个增伤的。其三呢，就是怒火回荡这个威能的强化。这个低保威能此前是绑定2到3个吼的，因为每个怒吼都会额外提供1次回蓝。但在第三赛季，这个被动呢被改成了只要1个吼，我们就能满额的触发高效的回蓝。我们在开荒的阶段，只要你带一个集结呐喊，就能享受到最高额的怒气恢复。在野外的战斗中呢，基本上1个吼的时间足够我们把怪物清理干净了。最后的一个大加强是人形兵器，这个开荒用的关键被动呢，现在不仅增伤上限到了接近 60%， 还能额外赠送 20% 的全局攻速。持续10秒这个改动也能让我们更加容易靠冲锋、突刺还有输出的技能来维持它。永续的人形兵器还能让我们白嫖到无情武师这个威能的怒气恢复。那么这样一系列的改动下来，野蛮人在开荒阶段只要有2个黄色戒指，然后通关2个低保副本，
获取到低保的威能，再把它附魔到戒指上，你就不会再缺怒气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走冲锋锤的开荒方式。具体的构筑你可以参考屏幕中的这一套，构筑的链接呢，琉璃晚些时候也会发到评论区。这一套构筑中啊，我们的输出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你既可以用突刺加先祖锤来打稳定的输出，也可以在触发破地之后用冲锋打压制的爆发。3个技能的武器切换加上践踏，也能高效的刷新我们的钢铁漩涡大招。遇见密集的怪堆，你就直接丢大招输出就好了。玩这个流派，你需要注意的是武器的选择。在 PC 端呢，你打开技能界面就可以跟琉璃一样，用鼠标的中键来选择这个技能使用的武器。先祖锤的武器是必须双手锤的，而冲锋这边我建议你用双手剑或者双手斧，然后突刺打击呢用双持的2把单手，这样你3个技能循环按一次就能直接触发人形兵器的全部增伤了。这个玩法你既可以用漩涡和冲锋来速刷地道，也可以用来刷赛季前期的奥数战力和密库。中期呢，刷大教堂跟堕落神殿在突破难度的时候，你可以考虑把钢铁漩涡给换成减伤的怒吼，然后呢，在刷堕落神殿的时候啊，就记得多堆暗影和火焰抗性就好了。战斗的构筑聊完，接下来说一说具体的开荒流程。赛季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先做赛季旅程，一直做到解锁小蜘蛛仆从。这个仆从可以给我们提供各种增益，前期有条件的话，你可以给它塞一些攻击类的控制石。因为这个小蜘蛛是受我们角色面板影响的，野蛮人的武器多，输出的词缀也会多一些。小蜘蛛的输出呢，在前期可能会比较高，中后期再根据情况换成提供增益 buff 的技能就好了。有了小蜘蛛之后，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刷了，一般就是缺装备就去刷奥数战力。它呢也是第3赛季的特色玩法，我们在小地图上就能看见任务点，起码过去做完任务就能开打了。它呢应该和 S1、S2 的野外赛季主题一样，会提供给我们大量的基本装备。如果你要去刷经验的话，那么就直接去多姆海纳地道，它位于地图上方索格伦的这个位置，里面有非常多的小怪，我们可以靠冲锋和刷新钢铁漩涡来效率的刷怪获取经验。如果赛季前期你想要刷非地下城低保威能，那么可能就要去打密库玩法了。这是一个赛季旅程会教大家体验的玩法，核心的思路就是躲避球，对野蛮人来说可能不是很友好，但如果你能稳定躲避，直到通关的时候身上还有 buff， 那么就可以一次性的获取几件传奇装备了。难度2打大教堂可以进入难度3了，我建议野蛮人朋友40级左右再去，因为等级越低呢，怪物的伤害越高，越需要你的操作。打通大教堂进入难度3之后，你既可以选择继续地道奥数战力练级刷装，也可以选择做地狱任务攒一些召唤材料，这样子大约50级左右，我们就可以去开瓦尔森揍他了。野蛮人呢，可以从难度3的瓦尔森身上搞到赤红狂怒之戒这个非常非常英霸的暗金戒指，而且难度3的瓦尔森掉落的暗金是比较少的，我们可以更容易从他这里调出赤红狂怒之戒。有了赤红狂怒之戒之后，锤子的输出就非常稳定了。之后我们就是继续练级，然后呢刷堕落神殿进难度4，然后开始凑自己的玩法。琉璃这个赛季呢也会玩野蛮人开荒啊，估计赛季第1到2天就会更新后续的玩法。想要第一时间看见的话，就点个关注再走吧。我是琉璃啊，下期视频呢会是第3赛季里各职业的强度排名，敬请期待哟。